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艾薇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又是十几天没有做到摄像机前，感觉都不知道不会说话了。这个2月过得非常的一地鸡毛。先讲讲生活中的一堆琐事。首先，2月我们公司的一个3期实验宣布停止。没有在医药行业工作的人会觉得，不就是个3期实验吗？怎么样呢？以前我在大公司也觉得3期实验失败不是个什么大事。首先3期实验失败，一般就算是很大的公司，股票也会下跌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人生第一次不在一家大公司上班，然后才知道这个打击简直就在我们公司宣布这个消息之后，3天之内有5个猎头给我写了邮件，有2个就直接给我打了电话，问我要不要找新工作。是的，社会就是这么现实。不过也由此看来，现在找工作的压力似乎并没有那么大，我也没有那么急着想换，毕竟目前公司的前景还不是很明确，但是我手头上的事情还是很多的。再就是如果我在这个时候辞职，我手头上还有我们公司的股票呢，虽然最近跌的简直是惨不忍睹，但那还是钱呢。我现在如果辞职走了，连那些股票都没有了，算了，那就还是等等看吧。再就是2月份，我的楼上搬了一个新邻居，看起来年纪轻轻的，我还觉得不错，因为他搬进来的时候，刚好我那天出门就碰到，还打了声招呼。但自从他搬来之后，我就没有一件顺心的事情，和他有关的和他无关的。就在他搬来的当天，巴黎非常的冷，就2个礼拜之前，现在已经是春天的感觉，就是温度都是10几度，可是那几天那1个礼拜温度全部都是零下几度，又因为巴黎的湿气非常的重，就算是零下3度，你的体感温度甚至达到了零下8度到9度。就是在那么冷的那一天，就是在那么冷的1个礼拜，我的暖气坏了，还好并不是说完全不能用，就是我一般把温度都设定在18度到20度左右，一般都是18度，但因为那几天特别的冷，所以就需要非常高的能量，就是我是烧天然气的，可是烧到某一个程度它就会停掉。我是说那天有一段时间我开始觉得非常的冷，我就跑过去看我的暖气，然后发现它就停了，有一个红灯就亮在那里。其实我还是可以手动把它重新启动，可是启动到1个小时2个小时它就又停了。我就发现要把温度设定低一点，它就可以持续的不停，但是因为那么冷，你设定的温度很低，你根本就感受不到暖，所以在家里还是很冷。这是我那个新邻居搬来的当天。然后他搬来1个礼拜之后呢，就是上个礼拜他开始装网线，我当时就听到有那个可能是装网线的工人在跑上跑下，反正就有很多脚步声，然后没过多久我的网线就停了。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和他装网线有关，我就给我的运营商叫 Orange 我说你们应该有在这里工作的装网线的员工，你们可以问一下他们。他们说没办法，是的，这就是法国人的做事风格。当时是一个礼拜2还是礼拜3的早上，我就问他什么时候可以让有人来修，他们说就是我打电话的后一天，时间定在下午。我说能够一大早吗？他说目前安排的时间就只能到下午，而且那个接线员还直接问了一句，难道你没有手机的网络吗？我说有，我还有2个手机，但是你平时在家里用手机就是随便看看网络可能都还可以，但是用手机当做 hotspot 来支持电脑，那个速度叫慢的呀。而且尤其是我们公司还要挂 VPN， 整个就是非常的慢，所以我那天的所有的电话会议全部都是用手机打的，只有查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会用一下电脑。然后第2天他说是下午，可是一直到下午5点钟，终于有个小哥哥到了我家，最后检查确实是我邻居装网线的时候把我家的光纤剪断了，我简直是无语啊！还好网络回来了。接着就是在过去的周末，上个周末我可以理解，他终于有了网络，他也把他的家里清好了，他可以有一个 housewarming 叫什么暖房 party。所以上个礼拜虽然那个 party 持续到晚上3点，我心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那天其实本身也没有睡，但是它的噪音是非常的大。我个人属于那种对声音不是特别敏感的，我都觉得很吵，我只好把音响我的整个系统也放得很大声。我都不知道我的邻居是如何把他们自己那天的调整，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一栋还有一些老年人，反正我也没有听到人吼，也没有听到人叫唤，大家似乎也就默默的习惯了。今天我录视频的时候是礼拜6，昨天晚上他又 party 了。
难道他要做几个连续不断的周末暖房趴吗？其实现在巴黎是属于封城期间，而且是宵禁。按照道理来说，他现在这样做是违法的。我们这一栋楼如果有任何人报警，他有可能会接到很重的罚单。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栋人好像大家都比较好心，我也实在是不想做一个恶人。我自己在20岁的底和30岁初的时候也玩得很凶。我仔细想想，那个时候我生活在比利时，我基本上从星期四到星期六每天晚上都会出去玩，而且不到30点是不回家的。所以年轻人的经历我可以理解，可是我们不会一直都在家 party， 我们一般是在晚上待到90点就会移到酒吧，或者是移到那可以让年轻人吵闹的地方，而不是在现在这个封城的期间，大家都在家里，你还在家里 party 吵，偶尔一两次，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。要是每个周末都这样，我希望我这个新邻居知道自己怎么做人吧。再就是这个礼拜我的投影仪坏了，我待会儿会讲的那个事情是跟投影仪有关，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投影仪是非常重要的。其实我投影仪也用了5年，但并没有说用5年你就不能用了。但是我也要说是我自己的缘故，我那天就是在投影仪还没有完全关机的时候，我就把插头拔了。我只是把插头拔了，没有想到第二天就没法开机。我的投影仪实际上是一个国内的品牌，然后我就去他们的京东和他们自己的网站看了一下，好像很多人说，如果是把插头没有在电源完全关掉的时候，造成他们的系统无法启动，所以我就决定买一个新的。当时就想买一个激光的投影，看了一下还是国内的品牌最便宜，可是国内同样的品牌和机型在国外大概贵了人民币6000多块钱左右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是买一个比较好的投影，还是等着买一个4K 的激光呢？就在我犹豫的时候，我决定完全买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小品牌，我根本就不管它的，只要是一个投影仪可以用就可以了。我就买了一个亚马逊上排名还不错，我一看就觉得是一个中国品牌，价格相当的便宜，就100欧左右的一个投影仪。然后我拿到了，开机感觉效果还不错，但它本身也是完全是一个智能型的，就不是说像老式的投影仪，你不需要任何遥控器，它的所有的按钮调控都是在那个机器本身。当你是智能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遥控器就变得非常重要，然后那个遥控器没法使用。就我在亚马逊上没有看到任何一家评论说那个遥控器没法使用，但是我的那个就不行，所以到现在我家里还放着2个不能用的投影仪。我已经跟亚马逊投诉了，但目前还没有人管我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我现在2月生活的一地鸡毛。当然生活也不仅仅只是这些琐事这些烂事，我就想讲讲比较积极的事情。1月的最后2个礼拜和2月的头2个礼拜，我联系上了我以前的师教，跟他做了一个28天的强训练计划。他是我以前在里昂的师教，当时我跟他说的就是因为封城嘛，所有的训练计划都没有按照以前的强度，就想在新年的时候给自己一些动力，特别是我想增肌。其实我本人呢，怎么说呢，比较瘦的，但是我不想让大家一直都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瘦，我一直都有一个增肌的目标。但是在过去的1-2年当中，生活的不稳定到四处搬家，再加上新冠，这个计划一直都做得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想寻求一些他的专业计划，所以就从1月中旬开始了。怎么说呢，在那个28天计划当中，我觉得我还是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。他以前是我师教的时候，我们主要就是做一些训练，并没有很强加的是从整个生活饮食整个全方面做一个指导。但是因为这一次也因为我们是远距离，我们也说得很清楚，不仅仅是做运动的计划，还需要从饮食生活习惯加强自己整个身体机能的增加。在我2015年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身体应该算是我人生中最强壮的时候。我那个时候的体脂大概就是16%，很多女生都会认为这个不是很健康，因为很多指标都是说女生的正常脂肪率应该在20到30左右。但是我自己觉得，因为我本身就很瘦，那个肌肉率到那个指标是我自己一直都想追求。我那个时候的腹肌非常的明显，因为我当时不管是在比利时生活还是在巴黎生活，都在 CrossFit 一周至少是2到3次 CrossFit 培训。虽然我自己很痛恨那个举铁这部分，但是我必须要说，也就是在那段时间，因为举铁我的肌肉练得非常的好，
所以我在跟他交流这些时候，他也说我是为了增肌的话，再多的一些身体塑形或者是 cardio 的那些项目根本就没有办法达到我想要的那些目标。他也问了一下我整个的运动计划是什么样的，我说我一周至少跑2次步，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3到4次，这个是我一直都还是想保持的。我并不想因为我和他的训练而导致我跑步没法进行，这个他说他了解。我还跟他说，就是我从去年5月份开始就一直在每天要做100个俯卧撑。我说如果是训练非常的艰难我会停，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保持。他在听了我这些想法之后，他最后给我的计划是每周他会给我做3个身体计划，一个是全身，一个是上身计划，一个是下半身计划。我自己时间可以随便安排，但是我至少要每周有1天是24小时没有任何的运动，不是跑步，也不做他给我的运动，就是让身体完全的放松。这就是他给我唯一的计划。他有问了一下我的饮食和睡眠，总的来说我跟他说我的睡眠非常的好，但是我的问题是我熬夜，并不是说我睡不着，而是我不肯睡。虽然也不算年轻人，快40岁了，但是就觉得我的时间不够用，越到夜晚我越忙，看书、看电影、购物，那个手机或者是平板或者是电脑就离不开身。然后我跟他说，虽然我跑步，但是除开跑步以外，我基本上动的就非常的少。在很多时候，就是在特别是2020新冠期间，我每天都不出门，就算出门也大概在走路2到3千步左右，就是买个菜啊，或者是购一些生活必需品，就没有其他任何的活动。所以他当时就跟我说，我知道你的有氧训练是完全够的，但是生活不能仅仅只是靠有氧运动，我们还是要保证每天的活动量。他给我制定的一个计划对我来说还是有一点挑战，就是每天要到8000步。他说其实很容易啊，你每工作1个小时就在家里走动一下，走个1000步左右，然后你才工作。我说在我工作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可以4-5个小时就完全不离开电脑，根本就没有想过会提醒自己要起来动一下。他说你就给自己定下这个目标嘛。后来我就跟他说这8000步真的是很难，然后我们俩讨价还价了一下，就说7000步，但至少也要6500步，这就是我们2个人达成的一个协议。再就是因为他跟我说我需要增肌嘛，他要我每天吸收至少110克的蛋白质。我当时其实对自己的饮食有控制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对蛋白质这一个单项的指标进行追踪。至少对我来说，在那28天训练当中，我才知道增肌真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。110克听起来觉得好像不多，我当时想想110克可能吃个300克的肉是不是就差不多够了。我对我自己的认知能力真的是，我后来才知道，无论是100克鸡胸肉、鸭肉、牛肉，最高的也就25克的蛋白质，100克是25克蛋白质，有的像猪肉啊，有些部位的猪肉和牛肉都只有20克。那就是说你吃中国的1斤，在就是欧洲这种500克你也才100克，他要我吃110克。我在第一天发现这个现实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光靠饮食是完全不够的。而且你们知道吃一个鸡蛋才6克蛋白质，你要吃110克光靠鸡蛋你要吃多少？最近我看了1-2期那个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，里头还推一个什么牛奶，然后说富含丰富的蛋白质，100毫升就含3.8克蛋白质。我说3.8克你还好意思说一个鸡蛋都不够？当时我就跟我的室友发短信，他说你知道光靠你的饮食是完全不够的嘛？因为我跟他说了我家里有蛋白粉，但是我蛋白粉一般都是用来烤面包或者是做蛋糕的时候用的。他说你在跟踪你的饮食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加蛋白粉。后来我就开始加，每天大概2勺，1勺就大概是25克。我买的那种蛋白粉就是25克蛋白粉，就是20克的蛋白质，所以每天要加至少40克靠蛋白粉支撑的蛋白质，然后再靠其他的肉和鸡蛋。我也跟他说了我在坚持低碳的饮食方式，所以我并不想因为这个训练而提高我的碳水的摄入量。他给我的
建议是每天100克左右的碳水，而且我碳水的主要摄入是从燕麦、红薯或者是有些蔬菜或像南瓜啊这样的蔬菜里头吸收，而没有靠精致碳水，比如说蛋糕、面包或者是米饭这样的食物当中吸收。我基本上就完全从去年开始就完全停止了这类饮食，但偶尔我会放纵一下，比如说1月在法国很多吃一种杏仁饼，我偶尔看到蛋糕店里非常好吃的杏仁饼就会忍不住想买一次，所以大概1月份的时候我买了3-4次杏仁饼，然后偶尔会吃1-2个牛角包，这大概就是我对自己精致碳水化合物唯一能有的放纵。他并没有要求我计算我每天热量的摄取量，因为他觉得我体重其实不需要减，我也觉得我体重还好，体重就49到50公斤左右。这时候我就要提到跟投影仪有关的建议。他看了一下我的睡眠监测，我的深睡眠基本上每天都可以超过50%，所以这个质量算是很好的，但是长度不够，而且他也认为我睡得太晚了，还是早一点睡比较好，所以他就建议我在睡觉前的1个小时不要接触任何的蓝光，就是不要看手机，不要看电脑。这个刚开始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难的，所以为什么就会讲到投影仪，我就会在睡觉前1个小时就开始放电影，但是通过投影仪，我觉得还是对我来说有一点用的。在那个28天内，我差不多每天都能在12点钟以前睡觉，这在2020年绝大部分时间几乎就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个礼拜当我的投影仪坏了的时候，我就预感到我可能又要晚睡了。果然那一天投影仪坏的当天，我就是2点钟才睡的觉。那天真的是有玩电脑玩的比较晚。我们很多人都认为睡眠可能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部分，但实际上睡眠不好，人是很容易长胖的，而且睡眠和我们整个的新陈代谢是有一个相当大的作用。所以同学们，不想胖还是要早点睡，对你的身体还是有用的。在和我教练28天结束之后，我们有一个回顾这个28天增肌的计划下来，我身体有些什么具体的变化。我的体重基本上没有变，好像还增加了一点，我现在是50.4、50.5公斤的体重，但是比起我28天之前的那个时候，我的体脂降低了差不多1.5个百分点，肌肉却增加了2%的肌肉含量。虽然这个听起来好像感觉没有什么变化，我自己也不是觉得很满意，但是我跟我的教练提起来的时候，我教练说，首先你必须要承认你一直都是属于运动量还算比较大的人，而且你体重又这么小，能够仅仅在28天当中之内你就已经有了如此的变化，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了。既然他这么说，我就当且相信。当然我也觉得有可能是他自己在为他自己的工作做一个完美的完结，但是我也觉得确实你要想想28天这个时间还真的是不长，我能够在28天之内增加这么2%的肌肉含量也已经是很不错。所以终究下来，健身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，你不能说你加强锻炼个1个月你就会觉得你身体有一个什么质的提高。如果你一直想让自己的身体能够保持一个好的机能，那就只能不断投入。今天这个视频我录的真是长，也可能是因为很久都没有录视频了，就突然放开了一个说话的渠道。再加上我最近有一个我比较迷上 Clubhouse， 每天都会在 Clubhouse 待上超过3个小时以上的时间，听一些天南海北的朋友乱侃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题。也许下一个视频我就给你讲讲我在 Clubhouse 的一些听到好闻的趣闻。好啦，这就是我2月一地鸡毛的生活，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拜拜。